关于美国武器的发展，火力军算是佩服了。美军每发展一款装备，绝对要推出超多改进型，就像当初发展的 F-22猛禽战斗机，衍生出了 F-22双座版本、X-44多轴无尾翼飞机、FB-22隐身战斗轰炸机，甚至还进行过 NATF-22舰载机的发展。虽说都没能列装美军，但也为美军积累了非常多的研发经验。如今，美军又开始榨干 F-16的剩余改进潜力了，准备将其变成一款由 AI 控制的大型无人机，并且已经首飞成功。而且这也为美国空军作战协同计划奠定基础，探索有人无人搭配战术。F-16无人化，美国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近日宣布，该机构所研发的人工智能已经在经过改装后的 F-16战斗机上成功完成了首飞。首飞试验是在去年12月9日进行的。一名美国空军飞行员将一架特殊的高度改装的 F-16控制权交给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。由这套系统自主驾驶飞机，在完成试验后不到2个小时，同一架 F-16再次飞上天空，对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进行了第2次飞行测试。参与此次测试的包括美国空军测试中心、空军研究实验室以及国防预先研究计划局。整个飞行测试时长达到17小时。在试验过程中，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开发的自主空战行动 AI 系统成功完成与模拟对手的1对1超视距空战。DARPA 开发的空战进化 AI 系统成功演示验证其在视距内的机动能力，并与 AI 红队进行缠斗。AACO 和 ACE 作为美军自主计划的一部分，专注于为机载战术平台开发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性。AACO 的目标是开发一种先进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驾驶系统，能够执行飞行和导航功能以及自主行动，例如执行高级情报监侦任务以及超视距战斗。ACE 计划旨在解决人机协作空中缠斗面临的挑战，开发可信的、可扩展的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空战能力。这架进行验证的飞机被称为 X-62A 或变飞行模拟器飞机，是一架经过深度改装的 F-16战斗机。由于人工智能仍是一项新生技术， VIST 通过飞行测试的能力对美国空军未来推动自主计划起到了积极作用，成功证明了战斗机在实战中有可能完全交由人工智能来指挥。这也标志着人工智能首次应用于战术飞机，而在此之前仅被用于 F-16的计算机模拟。有了这前2次飞行，美国空军现在已经解锁了一种新的能力，将允许这一军种快速飞行测试自主软件，无论这个软件是由哪个组织或公司开发的，根据测试结果对算法进行快速改进，然后重新加载这一人工智能，并在几个小时内再次飞行。虽然 X-62A 是一架改装的 F-16，但其算法可以被编程应用于各种飞机，可以开发为战斗机提供动力的有效算法。目前 ACE 计划正在努力提高飞行员对人工智能的信任，直到飞行员可以自信地将机动动作交给人工智能，然后集中精力完成更大的战斗管理任务。ACE 项目主要以空中格斗作为基线任务场景，旨在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高强度空战对抗，并增加作战人员对自主作战的信任度。该项目包括3个阶段，第1阶段为模拟环境研究，第2阶段为无人机飞行试验，第3阶段为包含有人无人协同的真实飞行试验。不过，美国研发的重点并不是让为数众多的 F-16改装为大型无人机，而是不断进行人工智能系统，让其能够适用于现役战机和未来战机，将综合帮助美军的作战能力，而不是完全取代飞行员。美国空军想要发展至少由1000架协同战机组成的机队，来充当 F-35与下一代空中优势的僚机。这些协同战机不但可以携带导弹或者其他武器，还可以执行电子战任务，或者是飞在其他战机之前，利用传感器提供情报、监视与侦察等。
美国空军在2024会计年度的预算案中提案要拨出近5000万美元，最早在2024财年开始协作作战飞机的备案计划。由于计划在20年代中期至晚期投入 CCA 无人机，所以美国需要竭尽所能排除风险，并且证明无人机可以安全有效地交给人工智能控制。此次试飞的成功，促使 DARPA 的空战进化计划提速了1年，证明战斗机自主作战的有效性。另外，在2020年的时候 ，DARPA 还主导了一项模拟飞行对抗赛，这属于 ACE 项目下的子项目，旨在探索人工智能如何帮助飞行员提升空战能力。DARPA 让自主的 F-16模拟器相互竞争，人工智能系统以5-0的成绩击败了一名美国空军 F-16战斗机的飞行员。这次竞赛是自2019年11月开始的一系列竞赛的最后一场。在首场竞赛中，各小组使用的是模拟的 F-15战斗机，后来开始改用 F-16战斗机。在最后一场比赛，同样也用了 F-16战斗机。当时，美国国防部长马克·艾斯伯透露，一架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战斗机将在2024年与一架驾驶飞机进行真实的对决。在美国计划中，未来 F-35将与无人版 F-16协同作战，在接近目标的时候，无人版 F-16将进入敌方防空系统进行打击，幸存的 F-16也可以和 F-15一起继续攻击主要目标。按照美国计划，未来僚机可能会升级成为隐身战斗机，但现在空军还有大量 F-16可以利用，唯一的代价就是将其变成自主作战。毫无疑问 ，F-16在美军手里才能利益最大化，无论是装备空军，又或者是退役后改装成各种验证机。身为一款传奇战斗机，迄今为止，美国共生产了4604架，预计到2027年产量能突破5000架。美军至今仍拥有770架 F-16C 单座战斗机与150架 F-16D 双座教练机。更多老旧的 F-16AB 尽管仍拥有机体寿命，但已经被放置在位于戴维斯蒙山的空军基地，俗称飞机坟场。美国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在推进一项计划，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实际飞行目标计划，将退役的 F-16战机转换成无人飞机，被称为 QF-16。Q 代表的就是无人机。可以发现，美国就是想利用现存数量众多的 F-16改装成无人机进行回收再利用。毕竟再财大气粗的美国也不可能将大批量退役 F-16进行集中销毁，所以 F-16战斗机向 QF-16进行转换非常有实用价值。截止现在，已经有上百架 F-16从飞机坟场拖了出来，准备或正在进行改装。空军对 QF-16的需求也非常高，计划将210架 F-16改装成无人靶机 QF-16。无人靶机真的这么香吗？那是肯定的，打爆现实中的 QF-16可比在模拟器上打爆更加刺激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而且确实已经将一些 QF-16当成靶机打爆了，不过这种烟花有些过于昂贵了，即便是老旧退役的 F-16，这在其他国家眼里简直难以想象。当然 QF-16还有更大的作用，毕竟充当作战无人机，由于是在真实战斗机上改装而来，并且都装备了昂贵的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， QF-16的速度航程远非普通无人机可比。除了 RQ-4、全球鹰这类的高端产品，大部分无人机都只有涡桨，甚至是活塞发动机，能够进行超音速飞行的屈指可数。将 QF-16当作无人机来使用，它的飞行性能将远超9×9的无人机。不过这样还是有些浪费，因为 QF 还有一个更好的用途，远比无人机更有用的用途，那就是作为教练机来使用。通常飞行员是在模拟器上练习空战的，更老土的方法甚至会手持小飞机来练习，但这种练习方式完全没有真实感。人在巨大的速度过载，又或者是在不断翻滚的情况下，思考能力与手持小飞机站在地上是完全不同的。飞行员需要一个真正的老师，一个能够扮演对手的猛兽，他可以像王牌飞行员那样做出各种高难度的机动动作，甚至超乎常人的机动动作，比如像克马连科少校那种可以连续做几十个螺旋滚转和机动过载。只有达到这种程度，才能真正的锤炼飞行员，让他们也成为未来的王牌飞行员。
美国当然有这样的飞行员，但存在一个问题，如果给学员上一次课需要做几十个螺旋滚转，你把美国队长叫过来也吃不消。但如果让无人版本的 F-16来做，那就没有这方面的后顾之忧了。当电脑取代人成为飞行员时，就可以不知疲倦地做出各种高强度动作，还可以按照地面指挥官的要求100%贯彻假想敌的飞行动作，对学员进行训练。当一个学员课程结束后，他可以马上开始训练下一个学员，不会感到疲惫，不会犯错，就像这个世界上那些仅存在于传说中的王牌飞行员那样。F-16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，这是因为 F-16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电传操作系统的战斗机，它的各种控制面板是通过电脑电线控制的，而不是各种液压传统系统控制。这使得美国可以很容易地对其进行无人化改装，只需要控制电脑就可以了。但如果想把机械液压操纵的老旧飞机进行改装，那你可能需要在驾驶舱里放很多机械液压装置。F-16适合做教师机的第二个理由是战斗机机动性很好，并且机体性能很好，可以承受最大9G的过载。不过这些过载只存在于理论之中，实际上人类飞行员是难以实现的。N 个 G 的过载意味着 N 倍自身体重压在自己身上。实验测试表明，过载超过5G，普通成年人就会昏迷；过载超过7G，成年健壮男性就会昏迷。当达到9G 过载的时候，拉动操纵杆都是一项巨大挑战。在巨大的过载下，你会被牢牢地定在座位上，保持思考已经是极其不易。就算是一位普通战斗机飞行员，最多2秒就会昏迷。这个时候 QF-16的优越性就表现得一览无余。由于无需考虑飞行员的承受能力， QF-16最大平飞速度可以达到 1.47 马赫，最大升限12000米，能够轻松完成7G 空中急转弯、破 S 机动等空战格斗动作，并且还可以反复完成，能够在1天之内扮演无数次飞行员的对手。与大多数经过特别设计的无人机相比， QF-16在巡航速度、飞行高度以及航程方面拥有天然优势，而且 F-16的无人计划改装非常方便，不管是机身外部承载力还是机身内部设备，改装后的无人机都比特制的要好得多。就像 MQ-9 死神号无人机，载弹量已经达到 1.7 吨，可携带4枚地狱火导弹和2枚500公斤的航空炸弹。美国最先进的 X-47B 无人战斗机也只有2吨的载弹量，而且只能携带2个900公斤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。但经过改装后的 QF-16 载荷能达到8吨，不同的载弹量反映出不同的潜在战斗力，这就是 F-16 所表现出来的潜力。当然，美国也在发展 F-16 的替代者，美国空军将其替代项目称为 MRF 或 MRX。MRF 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2021年美军规划文件中，表明当时空军正在寻找一款能在30年代中期取代 F-16战机的新机型。所寻求的战机并不会选择全能多用途战斗机，甚至对隐身的要求也很低。美军将其描述为减5代战斗机，并且不一定具有高水平的生存能力。也就是说 ，MRF 平台将是一款廉价、可快速生产以及快速成军的可用平台。在2021年的时候，美国空军制定了未来的战斗机部队结构，计划将现役7种主力战斗机类型缩减为4+1，未来将被下一代空中优势系统取代的 F-22就是其中之一。F-35是第2个 ，F-15E、F-151X 是第3个，F-16是第4种 ，A-10则是+1。美国将全新的 MRF 设计或 T7 衍生产品定位为 F-16的后续产品。不过 MRF 计划目前还停留在美国空军空中作战司令部的项目规划书中，毕竟美军现役的 F-16战机还处于健康状态，而且 F-16项目的延寿计划也已经完成。每架 F-16战斗机的升级费用只需几百万美元，就可以延长20年的使用寿命。毫无疑问 F-16绝对称得上非常成功的一款战斗机，无论是有人版本又或者是改装成无人版本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